盘点历史上的一些王牌军队。历史永远离不开战争，战争又催生出了英勇善战的军人和军队。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中国都涌现出了不少王牌部队。本期节目，咱们就来聊一聊中国古代有哪些王牌部队。第一，霍去病和他所率领的汉朝骑兵。匈奴是游牧民族，骑兵实力强悍，可以说是来无影去无踪。而霍去病的部队呢，却多次以少胜多打败匈奴，并且是硬碰硬的作战交锋。霍去病把骑兵的闪电式作战发挥到了极致，凭借着匪夷所思的速度奇袭，屡次大败靠骑兵起家的草原匈奴。第二就是三国时期诸葛亮所创建的武当飞军。武当飞军是诸葛亮征伐南蛮之后，挑选其中精锐组建而成的一支精锐部队。武当飞军纪律性极强，尤其擅长防御作战，骁勇善战，成为后期蜀汉的支柱武装力量。在北伐战争当中也立下了赫赫战功。王平就曾经以3000武当飞军硬扛魏将张合数万军队的全力进攻，安然无恙。第三，北府兵。北府兵是东晋谢玄所创建，主要是由北方流民所组建起来的私军，他战斗力极强。前秦苻坚率领100万大军下江南，在淝水与北府兵一战，大败而归。北府兵由此是扬名天下。到了后来，刘裕所率领的北府兵灭南燕，破拓跋纵横天下，将北府兵的实力发挥到了最大。第四，白袍军。白袍军是陈庆之的嫡系部队，总数大约有7000人。陈庆之是南朝梁国名将，据说在电视剧《琅琊榜》当中，胡歌所饰演的梅长苏是以陈庆之为原型的陈庆之麾下的白袍军更是一个传奇了。7000人皆穿白袍，纵横天下，无人可挡。白袍军最辉煌的战绩是转战千里，在此敌北魏的腹地，历47战共32城，所战皆胜，完成了孤军千里，杀进北魏都城洛阳的壮举，创造了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第五，戚家军。明朝建立之后，除了边疆有9镇边兵之外，中央还有几支主要部队，分别是神机营5军营和3000营。神机营是当时的热武器部队，装备有屁地炮、鸟枪大炮、鬼头大刀、弓弩、手雷火箭等新式武器。这神机营战斗力爆表，是远征蒙古的国之重器，但后来在土木堡之变当中全军覆没。后来明朝又重新组建了神机营。戚家军是明朝中期承前启后的一支军队，他上承神机营于威，下启关宁铁骑霸道，自己本身则是抗倭愈猛的无敌军队。戚家军的创始人戚继光的父亲是神机营将军，戚继光从小受父亲教导，对神机营各种火器认识得十分充分。戚继光后来组建戚家军的元阳镇，就十分重视冷热兵器的搭配使用。戚继光在浙江招募了很多矿工青壮年，组建了戚家军。戚家军赖以成名的是严明的军纪、职业化的训练水平，以及东亚最先进的装备。戚家军也被誉为16至17世纪东亚最强军队。欢迎关注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